为让腹中胎儿有个归宿，女孩将相亲对象强行推倒。5个月后，女孩便为他生下了个可爱的孩子。在责任心的驱使下，男人老实的接受了女孩的求婚。然而，平淡而琐碎的婚后生活逐渐揭开了现实的面纱。女孩并不像外表那般安分守己，每日都会将还未断奶的孩子交由约翰照看，而她自己则是打扮得花枝招展，似乎永远有一个比这个小家更为重要的去处。这天，心中的猜疑和不安终于压垮了他。约翰偷偷跟在妻子身后，这才发现了他那不忠的事实。纵使真相已然摆在眼前，妻子却未显现出丝毫悔意，甚至没有半点羞愧。Is he even my son? You fool. 妻子的嘲笑声萦绕于约翰的脑海，过往点滴的辛酸此刻就要将其吞噬。心中的愤怒占据了他的理性，冲动的行径最终酿成了无法挽回的过错。然而还未等他缓过神来，一滴水不偏不倚地落到了妻子的眉间。此刻约翰顿时从恍惚中抽离，他想起了遗忘在浴室中的孩子，可待到他循着水声赶来时，一切已然为时已晚。约翰的世界彻底崩塌，一切美好的希冀在此刻化为乌有。而他也因故意杀人被判15年牢狱。2困年过后，他在一次阑尾炎手术中成功逃脱。在超市的混乱中，他偶遇了男孩艾伦。在男人的劫持下，艾伦将约翰带到了母亲跟前。This is my mother, Adele. Mom, this is Frank. Needs our help. You got a good boy here, Adele. He's kind enough to offer me a ride. 面对这个眼神凌厉并且气息压抑的陌生男人，安娜并未流露出丝毫想要帮助的意图，只是假借事务繁忙而推辞了约翰的请求。可是走投无路的约翰又怎会放弃唯一的稻草？ This needs to happen. 安娜没办法，只好同意将约翰带回家中。殊不知，正是这一看似危险的举动，将会彻底改变2人的命运。回家途中，安娜内心的焦虑与恐惧如潮水般袭来，身旁响起的警笛声让她犹豫不决，是否向其寻求帮助。可潜藏的未知风暴却让抉择变得艰难。艾伦是安娜与前夫离婚后唯一的精神支柱，她无法冒险地将艾伦的生命置于不确定之中。伴随着内心无尽的挣扎与恐慌，3人很快就抵达家中。约翰走进房间后，四下打量着眼下的一切，这是他许久未曾见过的温馨氛围。而安娜却未放下丝毫警惕，只是默默地拿起抽屉内的小刀。可在为约翰冲泡咖啡时，他那慌乱的神情还是被约翰一眼看穿。他放下了安娜端起的咖啡，语气温和地告诉她，自己待上1晚便会离开，并且不会伤害他们母子。可根本不了解眼下男人行径的安娜，又怎会信服这只浮于表面的说辞？ I've never intentionally hurt anyone in my life. You understand how that could be hard to believe. 看着艾伦慌张的神情，约翰坐了下来，并且决定今晚就会动身离开。但屋内的紧张气息却并未减弱分毫。随之而来的便是电视内通报的逃犯新闻，上面将约翰描述为冷血残酷的形态，以此告诫市民们提防不必要的麻烦。然而，约翰为了避免自己被发现时母子2人被指控为窝藏逃犯的罪行，他不得已只好装作绑架安娜。绳子的每一处打结都会稍留缝隙，避免伤到安娜。只见他轻柔地将安娜的双脚抬起，即便他的动作极其小心，但母子2人眼中仍会流露出些许不安。显然，他们并未对眼前这个男人施以过多的信任。结束这一切后，约翰便打开冰柜，取出美味的食材，出乎意料地担任起制作晚餐的职责。熟练的切菜、煎炒，每一个动作都透露出一种异样的从容。待到晚餐制作完成后，他先是为安娜端来一盘，然后温柔地为其吹凉，继而耐心地缓缓送入安娜口中。他怔怔地轻嚼嘴中的食物，心底的困惑也随之蔓延。安娜难以相信眼前这个细心温柔的大男孩竟会是令人闻风丧胆的通缉犯。待到深夜笼罩，屋外的巡逻却仍未结束，约翰没办法，只好继续藏匿于此。他随后也将安娜的绳索解开。第2日清晨，约翰依旧为2人制作了美味的早餐，而艾伦的目光却被一旁报刊中约翰的通缉内容吸引。Don't blame me for wondering. Just know that there's more to the story than you'll see in that paper there. How'd you escape? Told the guard at the hospital if he left, I was gonna jump out the window. He heard that and went to have a smoke. Nothing misleads people like the truth. 可约翰没想到的是，这不经意间的话语早已纂刻于艾伦内心。随后，起床的安娜带着绳索前来，示意约翰将其束缚。可他却认为此时已然不需要继续将其捆绑，因为如若有朝一日他们被发现，那么这个绳索将会成为安娜脱困的证据。约翰的话语抚平了安娜内心的恐惧。可当约翰打算离开时，安娜却告知他周末的火车已然停运，他只得继续在此停留。随后，在艾伦的提议下，安娜也拿起了约翰精心制作的早餐进行品尝，只是轻轻咬下一小口，
他的味蕾便瞬间被这一股细腻丰富的滋味包裹。安娜也在此刻忘却了先前的不安与戒备，任由那份埋藏心底的情愫悄然滋长。为了表示对母子收留的感激，约翰开始整顿屋外的柴火，并且修理了安娜车底的保险丝和油箱，就连那经久失修的小院石墩和锅炉中的过滤网，他也没有放过。然而，在这片金色霞光中，约翰看出了少年对于棒球的钟爱，耐心地将自己的球技悉数传授。安娜看着眼下的一切，仿佛所有的美好也在柔和的光影中缓缓展开。她也逐渐开始习惯了这个不速之客的存在。安娜贴心地为其缝补裤腿上的裂缝，约翰的心也宛若那勾勒的线条逐渐愈合。可正当此时，屋外传来急促的敲门声，约翰赶忙起身将安娜挟持入怀。他继而示意艾伦开门查看情况，但好在只是邻居的贴心问候，并且告诫艾伦此时逃犯逍遥法外，让他一定要锁好房门，小心提防。随后便递上了满满一筐桃子。然而艾伦却并未利用眼下如此绝佳的机会向邻居求救，反而用冷静从容的话语平息了邻居少有的几分猜疑。邻居走后，约翰赞许了艾伦方才从容不迫的表现，艾伦也在此刻从眉宇间流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屋内弥漫着两个男人的无声默契，安娜也隐约感受到了儿子对约翰的信任已然生根发芽，那是自安娜离异10年以来艾伦一直缺失的父爱。随后约翰拿起一旁邻居送来的桃子进行品尝，甜美的汁水不由得令其惊叹。 It's good peach. Too bad they're all so ripe. Never get through them all. We should throw most of them away before they rot. 而这对于厨艺精湛的约翰来说，更像是一种灵感的触发。他已经开始在脑海中勾勒出一道美味甜点的轮廓。只见在约翰的指导下，三人有条不紊地开始了桃子派的制作。在轻柔和煦的光影中，每一处默契的勾勒都像是在共同绘制一幅生动而温馨的画卷。很快便到了最为关键的面饼契合工序，约翰自信地将其交由安娜手中。他接过面饼，双手不由得微微颤抖。艾伦察觉到母亲最近的状态有些异常，那些偶尔的走神、温柔的笑意，以及与约翰相处时微妙的眼神交流，都被青春期的他敏锐地捕捉到。他隐约明白，那是一种悄然滋生的情感，一种在面对约翰时才会显露的隐隐悸动。桃子派烤熟的香气在房间中轻轻飘散，甜美的味道渗透在房内的每一处角落。而在这股香气的萦绕下，他们之间的感情也悄然滋长，变得愈加温暖而亲密。在昏暗的灯光下，安娜也短暂忘却了约翰的身份。当约翰缓缓将其揽入怀中时，安娜的心也在此刻被这份难得的温柔包裹。她紧闭双眼，去感知这份久违的柔情与温存。那微弱的触动让约翰舍不得分离，因为这短暂的温暖让他第一次感受到家庭的归属感。但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停留只会给母子二人带来更多的危险。恰好此时巡逻的警车刚刚驶离，此刻也是绝佳的离开时机。可就当约翰打算离开时，母子二人却做出了挽留。 I should go. It won't come back for a few hours. This is as good a window as I'm gonna get. Maybe tomorrow. Once your stitches have had a little more time. They're not gonna stop looking, Adele. They have dogs that can smell your blood. 或许他们几人都未曾料想，在这场短暂的生命交融中，他们之间的羁绊已然篆刻于彼此胸膛。约翰也再次选择停留，而安娜也借着这份静谧与温柔，毫无保留地向约翰敞开心扉，倾诉着深藏已久的情感。这一晚，房屋内充斥着爱情的缠绵和悸动的心跳。艾伦也已然接受了新父亲的到来。晨曦破晓之际，约翰开始重新装点这个小家。他细心地清理了屋檐上堆积已久的杂物，而安娜则是为其带来暖香四溢的晨间咖啡。他教会了艾伦必备的生活技能，也让其感悟到了生命的珍贵与美好。 You wanna wait to learn to fix it. Especially if you got a lady in the seat beside you when it happens. 就连每一处平凡的细节都洋溢着温馨和谐的气息。原本以为这样的美好会一直持续下去，可街道上到处停放的警车，还是让艾伦明白了这份温存依旧破碎。这天下午，邻家夫人突然慌慌张张地闯进门来，请求安娜可以短暂帮忙照看她那有些痴呆的儿子。纵使安娜极不情愿，可对方还是将孩子丢在门口后转身离去。安娜没办法，只好将这个不速之客推入屋内。约翰见状并没有生气，反而带领着他一同加入事先计划好的棒球比赛。在约翰的栽培下，艾伦的球技渐渐提升，自信的种子也在他的心底悄然滋长。欢快的笑声在午后的阳光下回荡，他们就这样度过了一个轻松而又愉快的时光。然而，当邻居晚上来接孩子时，电视里恰好播放着关于约翰追捕的新闻。男孩似乎从中看出了什么重要的线索，
急切的想要告诉母亲。此刻安娜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里，然而母亲却误以为孩子只是胡闹，气愤地甩了他一巴掌。男孩这才安静了下来。尽管暂时度过了眼前的危机，但安娜内心的恐惧和犹豫却逐渐扩大。她渴望跟随约翰远离这片是非之地，但心里的枷锁却牢牢地将她困住。约翰那诚挚的眼神，最终让安娜说出了心底积压已久的心魔。原来她的前夫很爱小孩，自艾伦出生以后，他们就开始规划下一个宝宝的到来。但似乎是命运的有意捉弄，一次又一次的流产让安娜几乎崩溃。在第5次怀孕时，安娜终于迎来了健康的宝宝。然而天不遂人意，这个孩子又因早产而夭折。从那一刻起，安娜的世界彻底分崩离析。她害怕真情的滋长，亦害怕那声嘶力竭的分离。而约翰只是将心间所有的骇浪汇聚成一句简短的言语。而家这个字眼像是一颗石子投入湖面，激起层层涟漪，轻轻穿透了安娜心底那道厚重的阴影。她曾在无数个不眠之夜里追寻过，渴望过，却又在无数次的失望中退缩过。而这一刻，那束微光终于照亮了她心中的暗角。在历经深思熟虑后，两人最终决定抛下过去的阴影，一起逃往加拿大。当天晚上，安娜便将这一决定郑重地告诉艾伦。她被这一消息震惊，因为那个曾被她深埋心底的小女孩，正是被父母遗弃的留守儿童。她此时觉得他们这样的举措，无疑是抛弃自己的警钟。 Will I ever see you again?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Do you even care about what happens to me? What? You didn't think... We're all going. Really? I would never leave you. 可他们的爱却是那样的深沉，又怎会给予艾伦那些未知的痛苦与折磨？最终，艾伦还是答应了约翰与母亲的决定。次日清晨，他们便早早开始收拾行李。然而，此时艾伦却突然冲出家门，他找寻到了自己心仪的女孩，决定送上最后的告别。可当女孩得知他们全家都要迁移至加拿大时，便敏锐地猜测出罪犯应该就藏匿于艾伦家中。 It's him, isn't it? 艾伦顿时陷入到恍惚之中，可他还是将这一秘密告知给他，因为他相信女孩会永远将其埋藏心底。然而，就在离开的前一天，艾伦为自己的生父写下了最后一封信件。纵使相伴的微弱记忆已然模糊，但血脉相连的羁绊却让他无法忽视。他趁着母亲收拾行李的间隙，来到父亲房前，将其寄出。回家的途中，他的心底忐忑不安，似乎这封信将会带来某种不可预知的后果。就在此时，一辆警车停在艾伦跟前，他对眼下这个周一不去上课的小孩很是疑惑。Well, just to be safe, I'm going to give you a ride. I'm really fine. You'd like to make me arrest you now? 在男人的强制要求下，艾伦还是坐上了警车。当警车停在院门口时，安娜的脸色顿显苍白。男人从车上下来，锐利的目光扫过了车内的行李，眼神中带着几分怀疑。而安娜在一阵慌乱过后，还是强装镇定地诉说，这些只是拿去售卖的老旧物品。可这却并未打消男人的疑虑，只是来到房内，像征信的搜查一番。看着警车逐渐远去，约翰悬着的心才缓缓放下。他明白，每多一分停留都会带来预料之外的风险。于是安娜带着艾伦来到银行取出所有的积蓄。可这样的举动瞬时引起了工作人员的怀疑。与此同时，家中正在维修灯泡的约翰也被不请自来的邻居发现，事态仿佛陷入了僵局。邻居看着眼下早已打包好的家居用品，心存疑惑地询问安娜的去处。约翰则强装镇定地在房内游走，并且丝毫不慌地诉说自己只是维修师傅，仅此而已，这才打消了邻居继续追问的念头。而另一边的艾伦也想起了约翰之前的话语，只是将他们的计划全盘托出。 Actually, we've packed up all the things. We're emptying our bank account and then gonna make a run for the border. 这一荒唐的举动也瞬时将他们逗笑，所有的猜疑也在此刻烟消云散。回到家后，三人手忙脚乱地收拾行李，可屋外的警笛声却打破了他们所有的思绪。但约翰还是从容地从楼梯上走来，一把将安娜拥入怀中，因为他知道一切已然无力回天。为了不让安娜和艾伦卷入未知的风暴，约翰只好将他们捆绑起来，然后深情款款地看向安娜，眼神里满是遗憾与温柔。 I'd take 20 more years just to have another 3 days with you. 在告别之际，他们将那份短暂的情谊都封存于此刻的吻别。随后，约翰便从容地从屋内走出，他最终选择了自首。为了守护心爱之人不受丝毫的伤害，他也将那份眷恋与不舍化为沉默，将所有罪责默默揽入怀中。没有人知晓警方是如何找到的约翰，只知道他因越狱和绑架的罪名被额外判处了10年的刑期，此后长达20年的冰冷铁窗，或许将会彻底阻隔这份爱与挣扎的纽带。之后，安娜费尽周折找到一名律师，试图为约翰争取一线生机，可
包庇罪犯的后果便是牢狱之灾，甚至可能让他丧失艾伦的监护权。无奈之下，安娜只能将所有的情感倾注在一封封信件中。可尽管他再怎么寄信，再怎么前往监狱探视，约翰的笔触和面容却从未再次出现在他的世界里。然而，安娜也深刻的明白，这只是约翰保护自己的独有方式，那份孤独值得由他默默承受。时光荏苒，20年转瞬即逝，岁月悄然在每个人的脸上留下了痕迹。艾伦也蜕变成了独当一面的大男孩，他凭借着出色的球技，成为了当地棒球队的明星球员。他甚至经营起一家蛋糕店，而店中最为美味的招牌便是深藏于他内心的桃子派。这天，他突然收到一份陌生的信件。 Dear Henry, I hope you will remember me. We once spent Labor Day weekend together. 5 of the best days of my life. I had always wondered who you would become and what you would look like. And then, one day, I came across a familiar-looking pie. And there you were. I'm proud of you. I will understand if you choose not to respond to this letter. However, I am due to be released shortly. I am no longer young, but I have plenty of good health remaining. And I'd like to live much the same way we discussed that weekend, back when we thought we'd be a family. Most likely, your mother has remarried by now. But on the off chance that she might be alone, I wanted to ask you whether I might write her a letter. I promise you, I would sooner cut off my own hand than bring any more grief to Adele. 艾伦深刻地体会到了约翰的真诚，而那一份独属于他们的温馨假期，也是他始终难以忘怀的宝贵回忆。他告诉了约翰，想找到安娜并不困难，因为他20年来始终在那个小家从未离去。夕阳余晖洒落于视线，带来了温暖而又淡然的希望。伴随着记忆中的模糊面容在光影中逐渐清晰，两颗曾经漂泊的心终于交汇，岁月的风霜也未能将他们分离，一切都在这静谧的余晖中化作永恒的温暖与陪伴。有时候，命运只需短短几天，便能彻底改变我们的一生。安娜在那个长假中遇见了约翰，也邂逅了自己久违的勇敢与柔情。孤独的灵魂相互靠近，破碎的心逐渐被温暖填满。但约翰的离开却并没有带走那些被点亮的时光，那份爱与温情早已深深镌刻在安娜与艾伦的心中，正如阳光透过树叶洒下斑驳的光影。他们的未来在爱与期待中缓缓展开。或许爱并不总是拥有，那些在彼此生命中留下深刻印记的瞬间，足以让我们铭记一生。那个长假不仅是短暂的相遇，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与救赎。有些爱，哪怕只是匆匆而过，也会在时间的长河里闪耀出永恒的光芒。